贺将军，令郎起病急剧，症状凶险，恕老夫无能。夫人，我的儿啊，夫儿，我怎么会带走这个人的心？夫儿，夫人，你醒醒，夫儿！如来妈，夫人。夫人，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对劲，我小时候见过死人，人刚走的时候四肢柔软易屈，怎么他？隆中兄，您府上现实日日忙乱，小女在此也只能给府上平添麻烦，不如我们先带回去。是啊，贺将军，今日之事的确令人痛心。可这个时候，嫣儿就算留在这里，也于事无补。我们把聘礼带回来了。怎么？你们想退婚？我老贺是个粗人，礼义廉耻这几个字，不用我教你们吧？啊，秋英你家女儿六礼齐全，婚书尚在，不管进没进洞房，她都是我们贺家的儿媳，就该为我儿子披麻戴孝。可，我来说，兄的话是有些道理，可是朝廷律例载有明文，若是一方在婚前瞒报了恶疾，那一经发现便可取消婚约。小女出嫁之前，实不知令郎已身患恶疾，而且兄也未曾告知我们，这是冲喜呀。我儿子没病，他是被你们家姑娘给克死的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贺将军，我们两家可是合过八字的，你怎么可以空口白牙污蔑人呢？来人！怪我猪油抹了戏。问八字的时候，柳姨娘就说，她这女儿当年生下来的时候，有人就说八字太硬，担心和贺公子不和，便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私自改了时辰。秋二姑娘原本的八字官星虚浮无根，伤宫重叠，是克死丈夫的大凶之象。我好端端的一个儿子，就这样被你家姑娘活活给克死了。我还没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好啊，反过来找我要闺女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仅要让她给我儿子披麻戴孝，我还要让她为我死去的儿子陪葬。无稽之谈，父亲母亲呢？太太还想同何家老爷争辩，可何家仗着人多势众，把太太和二爷请出去了。父亲是读书之人，遇到贺将军这样行伍出身的，自然是没办法。清代，给我脱孝。是。即刻起，李宅所有活口只许进，不许出。是。怎么想抄家，那得拿圣旨来。劈柴处拿人，从来不用圣旨。梁毅，没有圣旨，你们竟敢违了我的家！我叔父可是内书密使。后门人少，每个人都要看腰牌。前门这会儿忙着红事改白事，人多且杂，没有腰牌也许能混出去。走。
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慢点啊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混账！老爷房里的人你也敢问？姐姐恕罪，小的也是职责所在。只是老爷房里的姐姐我们都见过，两位姐姐是？我们是昨日才入的府，腰牌名册一律都没少。你要不相信，老爷就在院里，你同我们去问老爷便是。不敢！姐姐，请便吧。走。哼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有没有看到少夫人？快跑！跑！追！进来！跑！进来！不带走，不往这里。站住！别跑了！站住！等一下，你们去那边。来。在那边，站住！杨门老爷，救命啊！我爹死了，我后娘要把我卖给人牙子。我有个姑妈在柚子巷邱家做下人。衙门老爷，你们除恶扬善，一心为民，行好吧，带我去邱家找我姑妈。我这辈子会铭记各位老爷的大恩大德的。宋景，先把李大人带回劈柴处。是。走。衙门老爷，救救我！你这簪子啊，是上等一切，平常人家如何得来？手指纤细，又何时做过半分粗活？让开！不是的，大人。抓住他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快来接你了，快上车！哦，这儿，小心，手快点！哎，上车，快些，慢点，这才，快点！啊，人呢？快回去告诉老爷。燕儿这么跑了出来，只怕是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，回头我去贺府请罪。贺家的人都说了，要让燕儿偿命，他不跑，难道等着贺家的人来逼死他吗？娘，爹把姐姐从贺府给接回来了。那定是你爹同贺老将军议定了退婚。这样也好。那我前程不毁了吗？我还想着让贺老将军给我谋个督察院检校呢。这倒好，姐姐一退婚，这事儿不就黄了吗？娘再给你想办法。要真不行，咱就找别的差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好！这事儿我都说出去了，这我还出去怎么见人嘛？娘，你就想想法子，一定好好劝劝爹，千万别让他把姐姐这门婚事给退了。那可是你亲姐，你真想让她守寡呀？姨娘，二爷来了。下去吧。
老爷，贺家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跪下！啊！我让你跪下！啊！爹，娘做错了什么？闭嘴，滚！老爷，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，居然敢私改秋燕的生辰八字？我原本想着去贺府和贺老将军好好商议，退了这门亲，结果被人家抓住这么大一把柄，我们邱家的脸都叫你给丢尽了。老爷，我也是一片痴心，想着别因为八字不合，坏了婴儿的好姻缘呀。好姻缘！贺府现在有婴儿陪葬，你是活活断送女儿的性命。我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就有殉葬的传统，若是病死也就罢了，但是眼下贺峰是被秋燕私改八字克死的，行了，你紧要紧的说。催我这不是在催你吗？催我也得说完呢。如今为了邱家的名声，理当自殉夫君以表节烈。对，三弟，贺家分明是瞒报隐疾，如今人没了，非得拉上我们家的女儿。贺老将军是帮着当今圣上夺取天下的有功之臣，儿子又驻守边疆，更是朝里的红人。二嫂这样只顾私情，便是置邱家于不顾。妍儿，妍儿，妍儿啊，都是娘不好。娘原本是想着，这贺家家大业大，你嫁过去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谁知道贺峰他突然就死了呢？算了，姨娘就是哭死在这儿，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不怪姨娘便是了。这蓉儿，要是有你一般懂事，娘在这府里也不会这么难熬了。娘知道，你一直怪我偏心，可我今日才知道，儿子未必比女儿强。吃点饭吧。这难得你这么懂事，怎么命就这么苦呢？姨娘也不必太过担心了，就算殉葬守寡也得人愿意，我不愿意，贺府还能充军来拿人不成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这老夫人房里已经在商议把你送回贺府了。我不信，千真万确，这许娘子刚刚亲口告诉我的。你是说，父亲、母亲、奶奶、叔叔、婶娘，都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？你父亲和太太自然是不愿意的，可他们也要为邱府着想呀。妍儿，要我看呀，你别等他们送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你回去，好生哄着贺老将军。那我若是哄不好呢，我就得陪着那贺峰去死。你不是很有手段吗？想当年你刚进府的时候，把韩氏气的呀，那打板子要打你。后来你不也哄着他对你百般疼爱吗？哪个公婆你拿不下呀？你把他们气哄顺了，未必就舍得你陪葬了。啊，对了，等贺峰啊他出殡了，你就从大房再过继一个儿子出来。有了儿子，你将来一定有出头之日啊！姨娘刚才那番话，是为了蓉儿说的吧？你刚才还说儿子未必比女儿强，结果在你心里，女儿就是可以用来被牺牲的。
嫣儿啊，嫣儿，娘知道你难，娘更难呀。这女人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丈夫、兄弟、子女而活吗？姨娘，那是你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嫣儿，嫣儿，娘知道你不是这么自私的人啊！嫣儿，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不会置你弟弟不管的。都是一家子亲骨肉，二哥二嫂，我就替我们家老四给你们赔个不是了。这让我想起了6年以前，老太爷去的时候，姨老太太也是这么随他去的，至今还被传闻一段佳话呢。姨老太太当时乐不乐意还两说呢。夫人，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全家荣辱都系于秋烟一人，秋烟受宠若惊。妍儿，大人议事，你来干什么？下去。反正去到贺府也是一死，将死之人顾不得什么规矩。你们说二房不孝，可论起不孝，2位叔叔实在更胜一筹。三叔，你身为国子监监生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可多年却未曾考取功名，也未曾赚过1文钱，吃穿用度你全依靠府里供应，更别提孝敬老太太1分1毫。请问三叔孝否？不，问你孝不孝？你说什么不啊？不像话！还有四叔你不仅游手好闲，还在老太爷扶丧期间，你逛窑子吃花酒，被御史检举，还要我爹去替你善后。请问四叔孝否？一派胡言！平日里我就劝爷，让你小心一点，爷就是不听。如今在这里被一个晚辈数落，这祖宗的脸，全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够了！你说，秋烟，你说完了没有？这件事情不许再议了。明天一早送秋烟回贺府。老太太，老太太不好了，老太太！怎么了？慈大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小的刚才经过这里，发现祠堂的门开着，我怕有人夜闯祠堂，进去一看，结果发现姨老太太的牌位正在流血。呀，姨老太太血淋了！我看呀，不像是姨老太太显灵了，倒像是江湖上那些术士的阿扎技法。二哥，不会是你们二房的人搞的鬼吧？有没有看到可疑的踪影？没有。好了，你们先到外面候着吧。燕丫头，你留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走吧。你也下去吧。是。燕丫头，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姨老太太一定是知道我即将殉葬，心疼我。她自己就是殉葬而死，她为何要心疼你呢？只怕姨老太太当时也心有不甘，故而对秋烟的遭遇感同身受。照你的意思，是有人逼她殉葬不成？我听说姨老太太天生晚顺，想必即使是遭遇不公，也不敢报复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死有不甘，我一定会变成厉鬼，让逼死我的人也不得安生。这个事儿啊，要我老夫人来了，老太太。我仔细想过了，燕丫头毕竟是我们邱家的血脉，我们不能还给贺家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一个性命。但是现在贺家占着理儿，断然不会同意我们退婚，所以现在必须请人出面说情。母亲，该请何人核实？我想了，只有太子。太子？母亲，我与太子素无私交，这又是家事，只怕……你父亲曾做过太子太保，虽然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，但是太子为人敦厚仁慈，重情重义，只怕还念着旧情，他不会置之不理的。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是。母亲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累死我了，我去给你铺床啊。哎，亲代，今日我要给你记头功，要是没有你啊，我就死定了。回头有机会给姨老太太的牌位重新描摹，用上好的徽墨。姑娘，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家里那么多牌位不用，非要用姨老太太的？老太爷的牌位难道不是更有威信吗？因为只有姨老太太的牌位显灵，才能取信于老太太。为什么？你又从没见过姨老太太？因为心虚。母亲既说姨老太太是不是心甘情愿还两说，那么能逼迫姨老太太不得不死的还能有谁？老太太就算已经怀疑有人动了手脚，但是为了心安，她也只能宁可信其有了。姑娘，你可真聪明。我不是聪明，只是读了些经史子集，明白了些人心而已。好了，你快下去休息吧。行。谢谢你当初要我读书识字，又救了我一回。
答应我，什么时候把这上的字认全了，再离家出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纸上有落款，看你几时认得。梁毅，我好歹也是朝廷的4品大员，你敢动用私刑，等我出去，一定在圣上面前狠狠地参你一本。李大人虽然品级低微，却敢向圣上密奏，结言裁撤劈柴处，这份胆气啊，我十分欣赏。哦，这你也知道？我记得你在密折里说我是月下之酷吏，妹上之鹰犬，鹰目是高飞，犬死缠到底，无论猎物藏在哪里，我都能揪出来。我全当这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。梁毅，你不要太得意。执掌劈柴处这几年，4负罗织罪名，残害忠良，连卢国公都栽在你手上，朝野上下早已天怒人怨。今天就算我死在你手里，也还会有后来人的。贪墨军饷3万两的人，也能算是忠良？还是你想说，这本账册也是我落支的？说，是谁指使你写这份密折的？爷猜测的果然没错，又是兵部的人搞的鬼。兵部这帮老大爷不少，一整顿军务，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，他们当然不甘心。哎，说不定说多少回了，让那些文官御史看见，又该说劈柴处是人间魔窟了。那我回头换一声了，爷，那个御史的人真的一点实事都不做，整天指手画脚，盯着劈柴处挑东挑西。圣上和太子爷不能管我这帮人。成天受他们鸟气。圣上对百官素来宽厚仁慈，太子根基不稳，更不能高调行事。所以脏活都得咱们来干。在。太子手谕。太子让爷去调停邱家跟贺家的矛盾，这又是一桩得罪人的苦差事啊。我倒觉得。这是难得的机会。机会？那明摆着邱家是清流领袖，贺家是陪着圣上出生入死过的老将。爷一旦出面调停此事，不管是退婚还是殉葬，都会得罪另一家。我说你这榆木脑袋什么时候能开窍啊？如今我们想把劈柴处的势力渗透入军中，清查贪腐，少不了贺家的支持。我还正愁贺家次日公告不买我账呢，得罪邱家。不过是被天下文人多骂几句，可是眼下，我们必须得到贺家的支持。那真是可惜了邱家的小娘子啊！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！贺某是个粗人，不会讲话，但我知道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一命还一命。永忠兄，斯人已逝。何苦来哉？梁大人，梁大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太子既然晚辈调解此事，今日说不得，必须得罪其中一位了。邱大人，你家女儿可惜，贺家公子难道就该白白客死不成？梁大人果然明鉴。梁大人，梁大人，就我此事不敢多辩。但求饶小女一命吧。她今年才及桃李，说起来都是做父母的错。梁大人的话已经很明白，邱兄今日就把邱嫣送还贺府吧。贺老伯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邱家想退婚，自然有失体统，可是让邱家女儿殉葬，
也的确不妥。梁大人的意思是，凡事各退一步，方是中庸之道。不让邱家女儿去缙云庵出家守节，替贺峰吃斋念佛，也算为贺峰积福了。这也太便宜邱焱了啊！女子为夫巡节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就是闹到圣上面前，那我也是有理呀。贺老伯，常言道，穷寇莫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二位同朝为官，都是圣上的左膀右臂，这样闹起来，圣上忧心，晚辈有负太子殿下的重托。杨忠兄，谢梁大人。贺老伯，失礼了。爷，我没明白您为何突然改了主意。方才贺老将军离开的时候，脸色难看不得了。爷这什么也不说，我这榆木脑袋也开不了窍啊。还记得6年前我们在越州救下的那个小女孩吗？把小丫头给我绑了，回头卖给人牙子。算起来，那个邱家女孩应该和她差不多大。那个小姑娘跟今天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突然想起，她邱家女孩一样，也是条鲜活的人命。原来爷还有妇人之仁。你要不会说话就少说2句。只是眼下，算是彻底得罪贺家了，只能另找机会拉拢了。这缙云庵也好啊，这缙云庵是专门接收为夫守节女子的，这莹儿在里头也不寂寞啊。柳姨娘，你下去。父亲，非去不可吗？妍儿，这是我们救到最好的结果了，总算是保住了你的命。可在缙云庵的日子跟死又有何区别？我若是喜欢贺峰，他死了，我情愿为他吃斋念佛，我念着他一辈子。可我都不认识他，我连话我都没跟他说过。父亲，我不甘心。二姐姐，旦夕祸福，此非人力可改。可我偏不信，我的命就这样的苦。妍儿，这是现任魏远侯劈柴出见教时亲自拟定的，岂能容得你甘不甘心？我和你的母亲，但凡能有一点办法，我们能不替你着想吗？我花了那么多心血，才求来这么个结果。你但凡还有点做子女的本分，你就不该再为难我和你的母亲了。父亲，我要入宫。入宫？对，我要入宫做宫女，考女官。
我朝内廷设定6局24司衙门，您说过那边专招能写会算、没有丈夫的女子入宫做女官。再过几日，就是贵妃娘娘的生辰。上个月，她便传谕受邀许多京官家眷，母亲便受邀其中。只要母亲愿意带我去，我便有办法让贵妃娘娘赏识于我。这实在也太异想天开了吧？妍儿说的没错，妍儿，你就是异想天开。这件事情我们大人也定论了，你不能在这儿再和我们讨价还价了。父亲，我当初听您的话，就算我与贺峰素不相识，就算我连他的高矮胖瘦都不知道，您定了他，我闷头便嫁。在轿子里的时候，我一心还想，我嫁到贺家，我一定好好当个媳妇儿，为你和母亲争光。可连洞房还没入，我就要出家守寡。父亲，我知道你在魏延后跟前已经尽力了，我也不想让家中为难。此番入宫，我只是想给自己挣出一条生路。父亲，我求您了。妍儿，来，快起来，起来说。来，二爷，你就让妍儿去拼一把吧。父亲。也不知道你姐姐贺礼准备的怎么样。她又不让我插手，但愿能够在贵妃娘娘那里顺利的过关。母亲，明日真的要带姐姐进宫吗？当然了。母亲真的认为姐姐能入宫？女子迅捷守寡，自古人人都是如此。姐姐遇上，是她命不好，为何母亲对姐姐偏偏如此纵容？大概是她从来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儿。就算是命中注定，她也会拼了命的拽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永远都不会认输。看到这样的孩子，娘就想帮他，帮他他人不敢想、不敢做的事情。我不明白。傻孩子，你不用明白，有些事情啊，娘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明白。请娘娘安。你们都坐下吧。谢娘娘。前些日子我问圣上，您都跟谁一起管理朝政啊？圣上跟我说，3省6部的爱卿治理朝政，翰林草拟文稿，你们都是他们的家人。借着今天的生辰，本宫也想见见大家。自古以来，妻子侍奉丈夫，哪能只是管好他们的饭食衣裳而已？本宫
朝夕侍奉圣上，唯以百姓的生计为念。希望你们回去之后也能鼓励自己的丈夫，多多为朝廷尽忠才是。谨记娘娘教诲。韩氏献礼。聂娘娘喜欢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，臣妇便将此图制成罗甸屏风，可摆于案几赏玩。听闻邱家是清流之家，送的礼物都这么清雅，本宫很是喜欢。娘娘赏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小女秋烟素来仰慕娘娘，听说我要带她来给娘娘恭贺千秋，连夜赶制了一份宝礼，聊表心意，望娘娘莫怪。那是什么呢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弄娘娘！就是啊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弄娘娘！邱家真是昏了头，端着块破石头就敢进宫。秋烟，你送的这份礼物有什么深意吗？这是我心目中的贵妃娘娘。大胆，以下犯上。娘娘，小女无知。你把话说完。我自幼听母亲讲述娘娘的生平事迹，听闻此次入宫，我寻遍京郊，终于找到我心目中最符合娘娘的奇石。娘娘女训中所言，肤薄素养性，奢靡乏德。我想娘娘的外表一定如此时，端庄质朴。又闻娘娘女训言，夫坚口内修，重诺无尤。正如此时的内里，沉静寡言，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便犹如此时默默承受天宫的暴风和骤雨。真是个伶俐的小丫头。那我该赏你些什么呢？娘娘，要赏就赏臣女一个心愿吧。臣女的父亲深受皇恩，臣女想要进宫服侍，替父亲尽忠。那你是想跟着本宫？但凭娘娘才夺，若能跟着娘娘身边学些学问和知识，臣女此生无憾。你回去候旨吧。谢娘娘。谢娘娘。周氏献礼。无缘无故，那副绣卷绝不可能不翼而飞。母亲，只怕宫中有人与贺家交好，故意藏起来的。宫里人多也杂，回去再说。这家的礼为什么是2份？这是工部侍郎邱仪夫人韩氏所备之礼，旁边这个是邱仪的长女邱嫣所备之礼。邱嫣，
是否是贺老将军那位要出嫁的儿媳？秋怡的长女，应该没错。看起来，这正面绣的是上元灯节那天，娘娘陪圣上登高远望的画面。这背面绣的是娘娘编撰的女训。以绣代笔，绣完这幅女训，是想显示自己既通文墨，又会针线。城墙巷路疏密有致，显然是位工匠法。难得他的一份礼物，却把女官要考的本事都放在了上面，真是一副七巧玲珑心啊！看来今日这份礼物得拔得头筹了。梁毅，你与邱家那个叫秋烟的姑娘，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把人家的礼物换成一块石头呢？娘娘早就看出来了。可怜那个小姑娘，吓得，可她还能掰出这么一套花来，也真够难为她的。回娘娘，臣此举是有原因的。贵妃娘口谕，邱家人听了。娘娘说，邱家二姑娘是个聪颖机敏的孩子，更难得是见识广博，志向远大。但有几句话，希望秋烟记住：女人为夫守节，就如男人为主殉国，这是妇道，更是天道。赏秋烟松云百草牌匾1块，望日后时时谨记，日日免之，为夫守节，为族增光。民女秋烟谨遵贵妃娘娘教导。谢贵妃娘娘，谢梁大人。邱老太太、邱大人，先告辞了。娘娘赐匾是难得的恩典，吩咐下去，开3天宴席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我们邱家体面着呢，我们邱家的女孩子也体面着呢。是母亲。好了，好高兴！哎，邱家扬眉吐气，那可不啊！秋烟有话要问梁大人。杨门老爷，杨门老爷，救命啊！我爹死了，我后娘要将我卖给人牙子。是你啊？那是你是从贺府出逃吧？果然撒谎成性。那梁大人在贵妃娘娘的宴会上，把我的礼物换成了石头，又可称得上是光明磊落？哦，你有何证据？没有。那你也来敢揭问我？调换贵妃娘娘的礼物是大不敬之罪，寻常工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。只有明知娘娘不会责罚，才有恃无恐。听闻梁大人的母亲景夫人曾是贵妃娘娘的贴身侍女，与娘娘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当日在后宫检验进献之物的，凑巧又是大人。我为什么这么做？秋烟出家一事是由梁大人出面调停。秋烟想要进宫，便扰乱了梁大人的处置，梁大人无法跟贺家交代，所以想给秋烟一点教训。宋锦，你们先出去。
我是换了你的贺礼，只是理由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只是单纯的看不惯你。我保你一命，你就该安分守己。为了躲避出家后的简朴日子，自作聪明，妄图靠一张如簧巧舌迷惑娘娘为你撑腰。你真以为自己聪明到可以骗过所有人吗？杨大人，你以为出家的日子就只是清贫而已吗？你可曾亲自去静云庵看过一眼？你知道他们每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静云庵的姑子个个形容枯槁，常常不及30而亡。秋妍从未想要欺骗过贵妃娘娘，可你让我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出家守寡，这不公平。照你这么说，静云庵里的尼姑人都不公平了？正是，人人都说我克死了丈夫，我理应为他去死。可我敢问梁大人一句：男子克妻又应当如何？男人死了妻子，若不赶着血涎，都是无后的大不孝。同样的事情，就因男女有别，结局就大不相同。可凭什么女子就如浮萍般轻贱？你说的也许没错，但你可知深宫之中伴君如虎，每个人生死都在圣上一念之间，甚至比不上浮萍。出家当个姑子，至少还能平安过活。进了宫，我就是日日爆火卧薪，提心吊胆，那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臣服得意，全凭我个人本事，总好过在青灯古佛面前白白葬送了这一辈子。现在这种口不择言的性子，只怕进宫3日就会化骨成灰，去滋养御花园的牡丹了，明白吗？哦，送你一句话：夺得良率，只有先强大自己，才能改变规则。爷，今天清府的宴会好热闹啊！哎爷，爷，那边那么热闹，他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此泥变捐，以增挠息，鸾鸟宣祝而翔飞。你不回家，还有别的地方去吗？天大地大，去哪儿都行。你有钱吗？你识字吗？可会算数记账？想要离开家，就要学会立足的本事，知道吗？这上面的字我都认得了，却还是逃不出去。你说，他是不是个骗子？这是哪房的丫头呀？竟然在这偷酒喝！哪儿来的浪荡子不在前厅待着，跑到这里来？赶紧把酒放下，不然我嚷了。可不敢嚷啊！要是把那边人嚷过来，看到这一屋子酒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把酒还给我们！好，我给你。
哎，好姐姐，给我们，亲口给你啊，在这儿。给我把酒。孟兄，哎，到处都找不见你，原来是在这儿呢。我出来吹吹风啊。方才酒桌上孟兄百般推脱，原来是怕喝不过人，躲起来了。谁说的？哎，琪琪，你看，这邱家的丫头，有趣的很呐，一起玩玩啊！飞雪，怎么快去前面说一声，就说孟兄喝不过人，有了温柔乡，已经认输了。哎，谁说的？我喝酒我擅长啊！你下边有你给我等着啊！走！我跟你说，喝酒我就没怕过谁，是不是？小心台阶。二位姑娘，方才那人是永义伯爵府的公子，名叫孟玉，为人轻薄惯了。二位姑娘没有受惊吧？你若是不出现，受惊的就是他了。你又是何人？在下英国公府秦轩，因前厅喧嚣，故到此躲躲清静。想不到竟冲撞了二位姑娘，敢问姑娘芳名？这是我家姑娘，府上邱二小姐。原来是表妹。我怎不知有你这样一个表哥？你们府上的大太太蒋氏是我亲姨妈，她女儿秋梅，我叫一声梅表姐。你比秋梅小，自然就是表妹了。根本就没什么血缘关系。2个月前，我们家才从苏州搬到这里，算起来，我与姨妈表姐也有5、6年未见了。你不知道我很正常，我却认识你。你认识我？前厅的酒席就是为了娘娘赐匾而摆，表妹的事迹自然有所耳闻。你耳闻什么？都说表妹虽是如花的年纪，却难得有情有义，节烈孝义，令人感佩。你不如为我做点事儿，比感佩2字来的实在。但凭驱使。我一人喝酒无趣，陪我把这些酒都喝光。来。后悔莫及啊！表妹，你看这宾客都散得差不多了，你也不要再喝了吧。我以后去了尼姑庵，就再也喝不到酒。今日，我要把这辈子的酒都喝了。我知表妹你满腹心事，可是我有什么心事啊？都不用殉葬了，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我就是在想，一个女子若不想为了丈夫、父兄、儿女而活，只想为了自己活一遭，是很大逆不道的罪过吗？要我说，这世间万物无非就是阴阳男女，不由得选。圣人却云：“夫为妻纲。”又云：“夫有再娶之意，妇无2世之文，平白分出等级。”可见这圣贤书也是误人子弟。你看，刚才的前厅多热闹，牺牲掉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儿，换来娘娘赐匾，迎来天大的体面。这人落到谁家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吧。表妹出家前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或许我可以为你奔走一二。好啊，那你就亲我一下吧。什么？我都未曾知道与男子亲近是何滋味，就要出家守寡，我干嘛要白白担了这个虚名？这怎么不敢吗？哎，表妹，这个万万使不得，此事事关你的清誉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要老管我叫什么表妹表妹，活像个唱戏的。你就叫我秋嫣，嫣然的嫣。秋嫣。嗯。嫣然一笑百花池，好名字。
我原来其实是叫崔嫣的嫣。当初姨娘把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发现是个女儿，就不愿意养了，就把我扔在了柴房里，自生自灭。可谁知我饿了3天，我都没有饿死。姨娘就觉得是天意躲不过，就随口取了个嫣字。后来入府，太太觉得嫣字不吉利，这才改了名。王右常有云：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就算是一缕孤烟，也终有直上青云之时。只要不放弃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。你这话还真是中听。冲着你这句话，来，我再跟你喝一杯。那我既不能替表妹分忧，那便陪君一醉方休。干了！清代，这些你拿去吧。我跟太太求个恩典，把你放出去。姑娘不要我了。你傻呀！我去当尼姑你也跟着？我不怕做姑子，姑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胡说！你要再不听话，我就让母亲把你给卖了。嫣儿。听说进元安生活艰难，这些银子你带着。多谢姨娘，银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屋里的陈设，你要是喜欢什么，拿去便是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来送你，难道是为了这些东西吗？母亲，嫣儿，东角门没上锁，门外有一辆南部马车，太阴寺的方丈与我相熟，你就去那里暂避一段时间再做打算。这是一些银两和衣物，清代一定要替姑娘收好。是，母亲，你要我走？过2天就要送你去贺府了，到时想走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我要走了，你怎么跟父亲和老太太交代？放心吧，老太太很疼我的。快走吧，被别人看到就来不及了。母亲，快走。母亲，你还那么小，疼了就要知道喊疼。我要读书。你喜欢看书，以后想看什么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快进来。
姐，你要去哪？母亲让我去西市买些东西，带去贺家孝顺公婆。那为何不用家里的车？家里的车扒了缝，拿去修了。姐姐，你说谎总是能面不改色心不跳。我要是没撞见你与母亲说话，便又被你骗过去了。事发突然，来不及细说。等日后风头过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风头过去，你要是走了，贺家一定会来邱家要人，那时候家无宁日，哪会有风头过去的一天啊？你是想让我留下来？我比任何人都想让你离开邱家，离开我母亲。可你现在走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母亲怎么办？她那么疼你，为了你的事情殚精竭虑。你要退婚，她帮你争取；你要进宫，她帮你筹谋。如今放你逃走，又要替你收拾烂局。而你，可有半点考虑过我母亲，考虑过邱家？我知道你觉得我自私，你从小就这么觉得。你要恨便恨吧。姐姐，我不恨你，替我照顾好父亲母亲。姑娘，我们终于出城了。在心里想象过无数次，就像今天这样，背对着家的方向，一次也不回头，到远方去，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。不为姨娘，不为父亲，不为任何人，余生只为我自己。可是敏儿，你为什么不恨我呢？我已经决定做这天底下最自私、最无情无义的人了，你应该恨我的。哭，你就知道哭。你倒是说，秋烟到底去哪儿了？老爷，老祖宗，我确实不知情啊。那还不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私自逃逸，置家族而不顾。我看你们母女俩简直就是我们邱家的灾星。这嫣儿日日跟着太太，从来不与我亲近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呀。姨娘，你这话是在怪罪母亲吗？是我管家不严，请母亲放过柳姨娘，责罚我吧。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贺家纠缠暂且不论，忤逆懿旨是要治罪的。老太太，二爷，贺府来人送帖，说二姑娘已经平安到达贺府了。风儿顽固，你不敢守节，怎么现在突然悔悟了？贵妃娘娘又是传口谕，又是赐牌匾，恩威并施，秋烟不敢冥顽不化。既如此，为何独自回来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秋烟羞于再累及父母。就你那个爹，他可没少得罪我。都怪我贪恋红尘，不识大体，连累了父母和家人。二老想让秋烟做什么，秋烟都不敢不从，唯让贺府
与邱府能够尽弃前嫌，重归于好。老爷，他既然有心弥补，不如就……暂且让他先住下，等凤儿出殡后，我亲自送他上静云庵。谢公婆大恩。春信，伺候好少夫人，千万不要怠慢了。是。少夫人，这边请吧。你呀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燕儿出府前，你是不是见过她？我确实挽留过姐姐，可我也没想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知道静云庵是什么地方？那进去了可就是一辈子。那如果今日姐姐没去贺府，母亲打算如何收场？我的事情不用你小孩子管。母亲可曾想过，姐姐若真远走高飞，我会因姐姐名声受累。母亲心里只有姐姐，根本就没我。娘儿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知道，我处处不如姐姐，我没她聪明，没她果敢，更没她能讨母亲欢心。但母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敏儿，敏儿。魏王人邱焉命格低贱，连累贺郎，万死难辞其咎。邱焉不求贺郎能够原谅，从今日起，便由邱焉为贺郎抄经念佛、守灵诵灵，祝贺郎早登极乐。梁大人，请。丞相，快给梁大人点香。梁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夫人节哀。贺老伯与贺峰的大哥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我前来吊唁，原本是分得应当。梁大人是看得起我贺某，前来送风儿一程，还不快给梁大人行礼？见过梁大人。梁大人，贺老伯，晚辈想客居几日，为贺峰守灵，略尽薄心，希望贺老成全。梁大人有心呐，那老夫在这儿替我那薄命的儿谢过了。春杏，快给梁大人安排客房。梁大人。秦公子，里边请。老爷，贺伯伯，贺伯母，小侄来晚了。你父亲英国公已经派人来过了，何劳贤侄又再跑一趟吗？贺伯伯有所不知，我与贺兄曾在苏州同窗半载，互为知己。之前父亲来吊唁时，恰逢我卧病在床，如今大病初愈，便想着一定要来送送贺兄。随我前来。爷，英国公府秦小姐来了。
清轩，好久不见。梁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贺老伯这几日悲痛的很，我在这儿陪陪老人家。春杏，把香点上。梁兄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和贺峰的交情如此深厚？我也不知道梁兄什么时候跟贺家走得这么近了。秦公子，贺兄，你我二人以师侄相交，本以为还有许多机会向你讨教，未想苏州一别，竟是绝唱。小弟愿效仿俞伯牙道中子期，从此封笔，不写一诗，不作一词。如有违此事，如同此笔。贺伯父、贺伯母，我命家中准备了一些苏州风味的吃食，专门带来给贺兄尝尝。贤侄有心啊！多谢。春杏，快摆上。是夫人。这位便是少夫人了吧？秋烟，这是英国公府的秦公子。秦公子有礼。贺伯伯，小侄今晚想为贺兄守灵一夜，还望贺伯伯成全。秦兄高义，今晚我也在灵堂守夜，不如和你作伴。梁大人白天就在灵堂里静心，晚上还要操劳守灵，这样我公公婆婆如何过意得去啊？是啊，老夫心意领了，只是梁大人还要掌管劈柴处的事情，万不可为了犬子累坏了身体啊。是不妨，老实说，我和秦轩是少时晚伴，只许久不见。今晚正要和秦轩叙叙旧。今日是回魂之夜，梁大人实在不宜在灵堂守灵。少夫人今晚似乎很不想见到梁某，莫非少夫人有什么事，不便梁某知情？这话我本不该说，为了贺郎，只能得罪了。世人都知道梁大人执掌劈柴处，听人说那里森严肃杀，冤魂孤鬼不少，只怕梁大人在此，贺郎的魂灵不敢回家，还望大人谅解。老爷，这神鬼大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这贺老伯，贺夫人，少夫人言之有理。秦兄，今晚辛苦你了。那梁大人，客房歇息。佩雪，你有没有听到猫叫？不好，在哪来了野猫？黑猫是大不祥，快把它赶出去！来人，抓猫！把它往那边去了！哎，那边去！这又来一只！来，这边！
过来共产，当心重点！往那边去啊！快追！又跑到共产上了！错办了，这是供给贺老的。快，再补一份，否则对贺老是大不祥。对啊，快去通知厨房。是啊，我又不知道厨房怎么走。还愣着干嘛？快点！那边，哎，往后面了。那儿还有，跑出去了！哎，快抓住！那边，快抓住！别跑！你以后真的不再写诗作词了吗？我不那么说，如何能打动贺老将军？